就在上周五，馬斯克親手把 xAI 最後2位聯合創始人，負責異性戀的曼努爾·克羅斯以及運營核心羅斯諾丁相繼的送出了門。至此，當年幫他打下 AI 江山的10億羅漢全軍覆沒。注意，你現在在腦子裡搜一下 xAI 的聯合創始人名單，你會發現上面只剩下一個名字：埃隆·馬斯克。離職率100%。這10億人中，大多都是從 Google、OpenAI、DeepMind、微軟挖來的頂級人才。這不是一家普通的創業公司在換人，這是一支本來可以改變 AI 歷史走向的夢之隊，在2年內被徹底的清空了。我們把目光從八卦新聞移開，去看華爾街頂級投行的反應，你會發現一件極其詭異的事。SpaceX 的暗盤估值不僅沒跌，反而從 1.25 萬億一路逼向 1.75 萬億美元。為什麼呢？因為在華爾街嗜血的資本眼裡，這11個人的走不是利空，是整整5000億美元的极權溢價。那今天我們就來扒開這件事的底層，看看這場萬億大棋背後3個極其殘酷的真相。先說一個大家不太了解的華爾街估值概念，叫做治理風險溢價。這個東西很簡單，翻譯過來就是投資人最怕什麼？不是競爭對手，不是市場波動，是內部有人造反。大家還記得2023年11月 OpenAI 那場差點把公司搞垮的董事會政變嗎？就是幾個科學家聯合創始人覺得商業化太快了，突然發難，直接把 CEO Sam Altman 開除了。就那短短的幾天，一家估值近1000億、全球最重要的 AI 公司，直接處於崩潰的邊緣。微軟砸進去的上百億，差一點點就直接歸零了。那場鬧劇給所有的頂級投行上了一堂血淋淋的課。在超級獨角獸裡，允許任何人有獨立的方向盤，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治理漏洞。現在，馬斯克要帶 SpaceX 衝擊 1.75 萬億估值的史上最大 IPO。你想想看，如果杰米巴和 Tony Wu、羅斯諾丁這11個聯合創始人還留在公司裡，馬斯克想讓 Grok 模型無底線的抓起 X 平台的數據來變現，科學家說不行，不符合 AI 對齊的原則。馬斯克想把幾十億現金流強行的抽調去給算力中心交電費，高管也說不行，這打破了預算平衡。每一次這種內部的爭吵，在華爾街的眼裡都會被轉化為極高的風險折現率，像抽血一樣瘋狂的削弱這家公司的淨現值。但這還不是最狠的，如果這11個人不走，他們手裡還握着一顆能讓這 1.75 萬億市值瞬間灰飛煙滅的核彈。這顆核彈叫做對股東的忠誠義務，也叫受托責任。用法律的話說 The fiduciary duty， 說白了就是這11個人作為聯合創始人和高管，在法律上的首要責任是保護 xAI 公司和 xAI 股東的利益，不是幫馬斯克實現他的個人帝國夢。設想一個極其現實的場景， xAI 耗資幾百億訓練出來的下一代 Grok 大模型，馬斯克要求以極低價格甚至免費授权給特斯拉的 Optimus 機器人，這在法律上叫什麼？這叫關聯交易，左手倒右手。就好比一個大股東讓公司以成本價把最賺錢的產品賣給他自己的另一家公司，掏空了其他小股東的利益。只要這11個人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來遞上一紙訴狀，主張馬斯克違反受托責任， SpaceX 那個史上最大 IPO 就可能當場流產。所以華爾街給馬斯克的這場大清洗打出了最高分，
方向盤只有一個，定價才能最高。沒有了這些獨立的變量， IPO 招股書上的風險溢價大幅下降。華爾街買的就是馬斯克一個人的絕對執行力溢價。當然，法律上的核彈還需要拆除。於是，馬斯克下了一步極其漂亮的棋。xAI 自成立之初就注冊於內達華州。SpaceX 併購之後，合併後的控股架構也通過內達華州的公司法架構完成了整合。為什麼是內達華州呢？因為內達華州的公司法對控股股東極度的友好，沒有確鑿的故意欺詐證據，法院默認你的商業決策合法，而且嚴格限制了少數股東的訴訟權利。這就好比你跟人打官司，對方突然說，我們換個法院，這個法院的規則對我更有利，而且是合法的。11個可能惹事的人拿錢走了，法律漏洞被新的州法堵死了。這比史上最大的併購在合法性上被焊得死死的。好，資本的賬算清楚了，但你可能有個疑問，為什麼連科學家們也待不住了呢？這就要說到這場併購背後一場極其殘忍的技術移植。在 SpaceX 完成收購之後，馬斯克沒有保留 xAI 的任何獨立性，直接從特斯拉空降了一批嫡系，全面接管了 xAI 的代碼庫。其中最核心的是特斯拉 AI 軟件副總裁埃肖克·阿魯斯瓦米。這哥們是搞自動駕駛的，帶着一幫汽車工程師衝進了 xAI 的办公室。這裡有一個極具畫面感的內部衝突。當時 xAI 有一個王牌項目，代號叫 Megahard， 目標是做一個能自己操控電腦界面的超級智能體。xAI 的頂級科學家用的是當時硅谷最主流的方案，靜態截圖分析法，就是讓 AI 每隔幾秒截一張屏，分析一下，然後決定鼠標往哪點。他們甚至雇了600個外包人員，天天高強度的標注數據。結果，阿肖克帶着特斯拉的工程師衝進辦公室，把一份產品需求文檔拍在了會議桌上，指着科學家的鼻子說，你們這套邏輯就是讓一輛汽車閉着眼睛開路，每秒睜開一次看一下，愚蠢至極。在特斯拉 FSD 的邏輯裡，自動駕駛必須是毫秒級的實時連續視頻流，不能有任何的感知斷层。所以馬斯克當場拍板，廢除了靜態截圖路線，所有外包叫停，立刻切換到 FSD 的視頻流模式。接手這個項目才16天的頂級科学家 Toby Pollan 當場遞交辭呈。類似的場景在這半年裡反覆的上演。Jimmy 全球被引用次数最高的 AI 論文之一的作者，是整個深度學習界繞不開的名字。在 xAI， 他負責的是最核心的模型架構研究。最後，他回到了多倫多大學，繼續做教授。Tony Wu 2月10號宣布離職，說是時候開啟下一個篇章。Jimmy 在48小時內跟進，兩人幾乎同時出走，像是一個事先約好的信號。這些人走的時候帶走的不只是簡歷，他們還帶走了 SpaceX 併購時觸發的加速行權期權，一大筆真金白銀的私有股票，直接兌現財富自由。關於這些身價億萬的科學家是怎麼利用併購規則在高位完成最完美的套現的，我在2月12號那期視頻裡算過一筆極其現實的明細賬，強烈建議等這期看完之後去補一下。這就是那場技術移植的現場。你可以想象這樣一幅畫面，你花重金請來了一位米其林3星大廚，讓他研發改變世界的高端料理，結果大廚切好了菜，你跑进後廚，指着他的鼻子骂，外面排队太長了，
你別搞研發了，趕緊去前台照着標準流程翻漢堡包。這就是把學術信仰按在地上摩擦。馬斯克要的從來不是一個能拿圖灵獎的 AGI 獨立實驗室，他要的是一個能立刻給特斯拉寫 C++ 代碼，能直接讀取攝像頭數據並輸出機械指令的幹活工具。最終 xAI 被徹底拆解成了成千上萬個冰冷的 API 接口。馬斯克借用了思考快與慢裡的雙系統理論。特斯拉的自動駕駛芯片是系統1，負責本能的低延遲的條件反射。雲端龐大的 Grok 大模型是系統2，負責深度思考的大腦皮層。兩者縫合在一起，成為 Optimus 機器人和特斯拉車隊的終極神經系統。xAI 的獨立靈魂徹底死亡了，它變成了流淌在馬斯克萬億帝國血管裡的水電煤。具體是什麼樣的水電煤呢？我來給你描述一個場景。以前 xAI 的科學家們每天早上進辦公室，討論的是怎樣讓 AI 真正的理解世界的運行規律。他們在白板上寫滿了數學公式，爭論的是 AGI 路線圖，是人類意識的邊界在哪裡。這種對話現在還在發生，只是地點換了，換到了 Anthropic、OpenAI、DeepMind。xAI 剩下的工程師每天早上進辦公室，打開的是特斯拉 Optimus 机器人的傳感器数据接口。他們的任務是讓機器人的手在抓一個水杯的時候，力度誤差控制在 0.3 牛頓以內。這就是水電煤的真實日常。不是不重要，特斯拉需要它，馬斯克的帝國需要它，就像你家的電網需要發電廠一樣，離了它什麼都轉不動。但發電廠永遠不會成為英雄。曾經那個可能改變人類命運的研究機構，就這樣悄悄死掉了。好，科學家因為技術路線不合被逼走，這聽起來邏輯上說得通。但最反直覺的來了，羅斯諾丁本來就是那個建漢堡店的黑幫大老板，他根本不是什麼溫室裡的學術科學家，他是從特斯拉走出來的老兵，是馬斯克收購推特之後，那個拿着裁員名單，在數周內把約7500名員工砍到1500人的冷血執行者，是那個頂着全世界罵名幫馬斯克把推特硬生生的活下來的人。跟了馬斯克多年，手上沾滿了別人的血，幹的全是最髒最累的活。就是這樣一個人，在田納西州孟菲斯的泥地裡，用122天強行建起 Colossus 超級算力集群。這個集群有多恐怖呢？馬斯克定的電力需求目標是達到2G瓦的規模。2G瓦是什麼概念呢？能同時給150萬個美國家庭供電。而且在正常的商業世界裡，申請這種量級的電網接入，光是環保評估和審批就需要排隊3到5年。諾丁是怎麼幹的呢？繞過一切環保紅線，在田納西和密西西比州的邊界部署了大量天然氣渦輪發電機，沒有任何的環保許可，轟隆隆的轉了起來。當地的環保組織天天抗議，把這裡列為孟菲斯最大的工業污染源之一。除此之外，為了給这龐大的算力降溫，每天還要消耗數百萬加侖的冷卻水，並花8000萬美元建專屬水處理廠。這哪裡是做軟件呢？這分明是在打一場重型的土木工程和流體力學的惡戰。諾丁就是那個在戰火中強行推進的戰地指揮官，他完美地履行了使命，用最粗暴的推力把 xAI 這艘算力飛船送出了大氣層。但是物理法則的殘忍就在於，當幾十萬張顯卡全部點亮的那一瞬間，遊戲規則變了。計算中心的性質
發生了維度的躍遷。當從一個需要推土機、發電機和水管工解決的宏觀物理工程，瞬間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分布式調度與軟件工程難題。這時候，牛仔工程師手裡的扳手徹底的失效了。我們稍微來解釋一下這個技術黑洞。在擁有幾十萬個 GPU 節點的超級集群裡訓練大模型，用的是一種叫做幫派調度的殘酷邏輯。比如，你需要3萬張卡來跑一個訓練切片，這3萬張卡必須在同一毫秒內全部的就緒。只要有区區4張卡因為網絡擁塞掉線，剩下的2萬多張卡就只能在原地死鎖，集體傻等。這就好比火箭發射，30個點火系統必須在同一時間內全部就緒，才能點火升空。只要有一個系統還在自檢，整個發射就得喊停，所有人重新歸零等待。在數十萬張卡的規模下，這種網絡微爆和死鎖是災難性的，算力利用率可能連60%都不到。每發生一次這樣的死鎖，造成的算力閒置，相當於每分鐘燒掉一輛頂配的保時捷911。更複雜的是，這些 GPU 之間還要不斷的相互交互海量數據矩陣，任何一個數據包發生擁塞，整個計算圖就卡住。這是真正的算法黑洞，無底洞式的吞噬着你的100億投資。面對這種深水區的算法難題，你一個拿着扳手咆哮着催進度的包工頭是絕對解決不了的。在航天工程裡，這叫一級火箭原則。一級火箭負責提供最粗暴的推力，把載荷送出大氣層。但當衛星進入軌道的那一刻，一級火箭就必須脫落。如果它不脫落，它龐大的軀體就會成為可怕的死重，把衛星直接拖向墜毀的深淵。諾林就是那枚完成了歷史使命必須脫落的一級火箭。這絕對不是什麼企業文化的黑暗，這是系統向更高維度進化的數學必然。馬斯克自己也公開承認， xAI 第一次沒建對，必須從地基開始推倒重來。他隨即從硅谷頂級工程團隊中引進新的軟件產品核心高管，全面接管重構工作。這標誌着 xAI 徹底放棄了基礎實驗室的學術清高，變成了一個極其殘忍的應用組裝廠。那聊到這裡，這盤萬億大棋的輪廓已經基本清晰了。大模型時代那段百花齊放、充滿學術浪漫的紅利期已經徹底的結束了。巨頭們停止了在象牙塔裡煉丹，開始了極其暴力和血腥的產業收割。未來的 AI 算力霸權注定是贏家通吃，要麼你擁有物理世界的絕對壟斷，要麼你就像 xAI 一樣被強行的吞併，成為巨頭身體裡的一個器官。如果你現在還在市場上投資那些只有幾個算法大牛，沒有物理硬件護城河的 AI 套殼公司，你正在成為大資本的退出盤。這裡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認知，馬斯克的這場併購揭示了一個新的競爭鐵律。在 AI 的下半場，算法不再是唯一的護城河，算力的控制權才是。當然，這不是說算法效率毫无價值。DeepSeek 就曾用極低的成本實現頂級性能，證明極致的算法突破依然可以打穿物理壁壘。但在當下的競爭格局裡，誰能同時掌握算力、物理控制權，誰的位置才最穩。OpenAI 有微軟， Google 有自己的 TPU 集群， Meta 也有大量的自建數據中心，而那些只靠幾個天才科学家租用雲廠商算力的獨立 AI 公司，就像当年電商時代那些沒有自建物流的零售商，表面上輕資產，實則沒有任何的定價權，隨時可以被卡脖子，隨時可以被收購吞併，成為巨頭帝國裡的一個沉默的零件。
這不是悲觀，這是2026年你必須看清楚的產業地圖。在這裡，我也想問問大家，如果你就是那11個聯合創始人之一，你的技術路線被強行的篡改，公司靈魂被徹底的掏空，你引以為傲的研究被扔進了汽車流水線，但與此同時，你面前擺着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加速行前期權，你會怎麼選呢？是拿走這潑天的富貴，把心血拱手讓給馬斯克的帝國，還是為了所謂的 AI 獨立信仰，留下來像個冷冰冰的齒輪，維護這台龐大的機器呢？評論區聊一聊，讓我們看看，在這絕對的權力和財富面前，到底有多少人能堅持住所謂的初心呢？另外，要看懂馬斯克的終極野心，強烈建議你把這期視頻和我2月12號講 AI 天才高位套現的那期視頻連起來看，你才能真正的看懂天才對待財富的初心。好的，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